欢迎回来。中俄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周二在莫斯科举行。磋商开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请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万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转达致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称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流至关重要。杨洁篪转达了习近平主席致普京的诚挚问候和口信。继上周通过视频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中俄元首又一次隔空交流，成为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生动注脚。与此同时，中俄常态化安排的战略安全磋商在线下成功举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杨洁篪周二访俄时，普京正在索契召开国防部和军工企业领导人会议。俄塔斯社报道称，普京通过电话与杨洁篪进行会谈。普京表示，俄方坚定致力于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愿进一步同中方密切战略协调与配合，捍卫多边主义，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作出贡献。杨洁篪转达了习近平主席致普京总统的诚挚问候和口信，并表示，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搞好本次磋商，把中俄高水平政治互信转化为更多战略协作成果。同一天，杨洁篪在莫斯科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共同主持了中俄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磋商期间，双方讨论了包括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在内的广泛问题，特别关注以多边主义形式进行合作，就战略稳定问题以及阿富汗、中东和亚太地区的局势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俄中在紧迫的国际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接近或相吻合，这确保两国在外交政策领域紧密协调。帕特鲁舍夫说，俄中关系已自信地成为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领域的关键因素，这显然让传统的权力中心感到不满，首先是美国和由其领导的所谓西方集体。英国金融时报将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前往俄罗斯进行战略安全磋商，形容为北京与莫斯科之间关系不断加深的最新迹象。今年也是中俄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所以这次会议呢，可能也是就是怎么样在这个续约之际，怎么样进一步扩大中俄战略协作的深度和广度，这是会谈的一个重点。那么呢，会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谈及一些地区热点问题，比如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啊，中东的那个巴以这个冲突呀，还有这个伊核问题，这些就是进行一个协商和对表。2019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华进行磋商的帕特鲁舍夫时曾表示，中俄要继续利用好战略安全磋商和执法安全合作这两个平台，加强战略安全沟通，增进战略互信，维护好各自核心利益和两国共同安全，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俄国际事务理事会俄中关系专家丹尼尔·波西科夫在第16轮磋商前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在没有军事同盟框架的情况下，莫斯科和北京已将合作扩大到几乎所有战略和政治合作领域。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是根据2005年中俄两国元首的倡议建立的，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磋商，一般是在年底或年初举行，但根据两国的实际需要，磋商日期安排的也比较灵活。从2005年到现在，共举行了16轮中俄战略安全磋商。上一轮磋商于2019年12月在上海举行，原定于2020年举行的磋商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而暂停。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过去1年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的背景之下，中俄两国的高层交往仍然密集。今年3月22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对中国进行访问。此次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成功在莫斯科举行，也就意味着两国外交高层实现了在疫情防控下的线下互访。另一方面，中俄战略安全磋商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一些西方媒体将中俄高层密集互动放在两国均与美摩擦不断的背景下审视，甚至猜测中俄打算结盟对抗美国。俄罗斯消息报说，尽管美国因素对俄中进一步走近起一定作用，但并不会成为两国关系的基调。中俄、中美和俄美关系都是在世界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双边关系。中俄关系现在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了，更多的是取决于这个内生的因素、内生的动力。我们知道，中俄合作在能源啊、军工啊，包括航天呀这些领域。还有电子商务啊这些领域，实际上是还有潜力可挖的。所以呢，
在未来呢，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呢，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如何携手来面对这个变局，来应对这个国际这个形势的这个复杂化，也是我们需要这个共同解决的一个任务。周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活动，并发表演讲，重点就中国发展、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中欧合作等阐释了中方立场。他还回应了欧洲议会上周冻结中欧投资协定批准程序的事件。有观察指出，冻结并无强制力，该走的程序还在走，但波折是肯定的。毫无疑问，冻结事件唯一的受益方是正在遥控欧洲内部一些势力的美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始于1963年，是有关国际安全政策的年度会议。中国专场是慕安会的特色议程。王毅在慕安会中国专场视频会上表示，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民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模式，但均没有成功。最后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并最终找到了一条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词典当中没有胁迫、霸凌这样的词汇。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我们坚持同各国和平相处，坚持不称霸、不扩张、不胁迫。这无疑是对世界战略稳定的一个重要的贡献。王毅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首要的任务仍然是集中力量发展自己。我们将坚持自己选择的制度和发展道路，同时也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自主选择，不会搞什么制度输出和制度竞争。民主人权的衡量标准是要看本国人民是否满意、是否高兴。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它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模板，因为各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是不同的，如同中餐和西餐，筷子和刀叉，它各有存在的理由。所以不同的社会制度，它并不必然成为竞争对手。不同的发展道路呢，也不必然妨碍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国愿同欧洲和世界各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真正的多边主义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大国必须带头主持公道，厉行法治，承担责任，聚焦行动。我们要警惕具有一定迷惑性的伪多边主义，表面上打着重回多边主义的旗号，实质上是要搞小圈子、搞集团政治，甚至要以意识形态站队、阵营之间选边来割裂这个世界。它一定是多样化的，组织原则上要体现一定的这种包容性。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运行规则，运行规则你要体现这种协商性、平等性，也就是要体现我们平时所说的这种国际关系的这种民主化。你不能说把一个国家的议程就强加给这个其他国家，你也不能说把自己的规则就是给它放大成这个国际规则。而西方国家呢，更可能就是基于一种这个现实主义的这种机制呢，那这时候呢，往往就忽略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认为合作是中欧关系的大方向和主基调，将欧方视为伙伴而非对手。上周，欧洲议会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王毅表示，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行不通，中欧经济脱钩不符合欧洲利益。这个协定高度互利，不是单方面的照顾和恩赐，而涉疆问题呢，这事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欧方一些人把不同性质的问题任意的挂钩，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这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接受的。中欧合作是大势所趋，如果在中欧之间搞政治对抗、搞经济脱钩，不符合欧方的利益，也不可能长久。
国际3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发报告指出，中欧投资协定有利于欧盟和欧盟企业的信用评级，其经济上的好处将在未来5到10年内显现。这一协议有利于中欧双方，不应该遭到中断。按照程序，中欧投资协定的达成有3部曲。首先由欧盟委员会与中方磋商后草签初步文本，这部分工作已经完成，然后通过欧洲议会审议，最后交由欧洲理事会批准。从这个权利来源，你看，这欧洲议会的这个权利的赋权机构是这个欧洲的这个民众，他可能这个仅仅是代表这个民众，他甚至不能代表说那一个大的一个选区，甚至是说一个他本国的利益，他都不一定是一致的。而这个欧盟委员他是这个各国提名，然后由欧洲议会这个接受的，所以呢，它代表的是整个欧盟的这个整体利益，所以它形式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指出，欧洲议会的所谓冻结行为并没有强制约束力。欧洲议会呢，在他们目前的程序中间呢，最后呢，它是会要有一个投票程序的，但是目前呢，它只是讨论，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投票，所以它冻结呢只是冻结它对这个文本的一个讨论，本身来说，这个冻结行为呢，它呢并没有一个这个强制约束力，就是约束的欧洲委员会就不能往前推进了，它并没有这样一个强制约束力，但是它这样的一个决议，它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它是表明它的一个立场。路透社证实，中欧双方团队仍在推进中欧投资协定文本的审核与翻译等技术性工作，这意味着协议在收尾中遇到一些障碍，中欧双方将不得不为此付出额外的成本，但目前的问题是可以通过额外的磋商来解决的。相对于协定长达7年的35轮谈判历程，这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崔凡也认为，中欧投资协定的基础仍然存在。我觉得像这个国际上的这些个事情的这个变化呀，有时候呢那个要有耐心，可能需要等待一些机会来那个就等待一些转机。从中欧双方的这个经贸关系来说，那么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它的这个基础肯定是存在的尤其是2020年中国这个成为了这个欧盟的第1大贸易伙伴。投资的角度来讲呢，双方呢都相互之间要投资，欧方也就是将近700亿欧元的样子吸收了中国的投资，中国吸收的欧方的投资呢应该有1700-800亿的样子，中方那个就吸收的这个欧方的投资呢更多一些。崔凡认为，之所以他对中欧投资协定仍持审慎乐观态度，是因为双方企业，尤其是欧盟企业的商业冲动仍然强劲。欧盟的有些企业也是希望这个协定能够顺利的往前推进如果最后协议生效落地的话，那么欧盟的企业在中国来讲，那么它可能获得更多的这个准入的机会，不但可以落地，而且可以以国民待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件来进行运营，减少呢那个都对中国的企业的这个歧视。我们的中国企业在欧盟能够它的运营环境它更加稳定，对它的政策更加有预见性。联合早报周3刊文指出，今年第1季度中欧双边贸易额达1.19万亿欧元，同比增长36.4%。没有中国这个全球第1大经济引擎，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就少了一个强大动力。欧洲议会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犯下轻率的经济错误，更是反制的政治挂帅游戏的结果。中美大国博弈，欧盟选边站队是西方倨傲自大的体现。联合早报还指出，欧盟方面对中国发起制裁在先，但又不允许中方反制，这显示欧盟在政治逻辑上的反制，更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另一方面，欧盟认为他们对中国的制裁是象征性的，而中国的反制裁是实质性的，让其感到委屈。这就有些撒娇或撒泼，言外之意是欧盟对华制裁是追随美国，中国应该理解。这又是什么逻辑？欧盟既要配合美国，又要中国配合，如此精致利己主义，在残酷的国际博弈面前显得幼稚可笑，也更加凸显欧盟作为美国附庸反华的实质。因而，欧盟犯了因果导致的逻辑错误。若无欧盟追随美国对华制裁，又何来中国对欧盟反制裁？德国之声电台评论指出，美国是中欧投资协定的最大外部变量。
在美国拜登政府提高对华施压态势，而减轻对欧洲施压力度时，具有较浓厚反华色彩的欧盟议会如获至宝。但必须认识到，中国是欧盟的第2大贸易伙伴，有没有协定，该做的生意都要做。但任何单一国家想脱离欧盟共同市场身份与中国谈判，都不可能取得中欧投资协定这样大的好处。因此，对于欧盟经济来说，中欧投资协定是最优解。欧盟不批准这个协定，欧洲企业受到的损失更大。德国之声还认为，显然中方不愿看到因新疆问题而导致投资协定被取消。但如果欧盟执意取消，中方会很惋惜，但绝对不会在新疆问题上妥协。实际上，新疆问题它本身就不存是西方捏造的一个，本来就不存在的一个问题，无厘头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就是说欧洲议会呢，通过这种把人权问题啊，把所谓的人权问题啊，把这种贸易投资问题政治化的说，他给这个双方通过这个投资协议肯定是制造了麻烦和障碍。实际上，我觉得是取决于下一步这个中欧双方能否管控好这些分歧，能否把握这个中欧关系的这种大局。实际上呢，这是这个未来这个中欧这个投资协定前途的一个关键。财富杂志中文版刊文指出，中欧投资协定草签时，美国大选仍未完成，当时拜登团队就发声明表示将研究此事。事实上是对欧盟表达了抗议。在英国退出后，欧盟还有27个成员国，任何国家都有否决权，这给美国提供了操作的空间。应该看到，拜登上台后给中欧关系增添了紧张因素，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外界注意到，一些欧洲小国就在美国的口头撑腰之下，开始表演狐假虎威。不足300万人口的东欧国家立陶宛议会上周4通过动议，指责中国在新疆实施所谓种族灭绝。周6宣布退出中东欧17+1机制，并宣布年底前要在台湾设立代表处。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尼斯当天就接受美国媒体的连线访问，他表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没有从中国捞到好处。但外界认为，立陶宛经济总量小，经济活动不活跃才是主因。2020年，该国 GDP 约合人民币3812亿元，略高于贵州省遵义市。对于立陶宛的反常态度，德国之声电台一针见血地评论道：立陶宛期望其强硬的对华路线会引起华盛顿的注意，但立陶宛此举只会把自己陷于大国博弈之中。小国在大国竞争中盲目站队，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将会被多边风暴所撕碎。而对于中国的外交战略来说，立陶宛竭尽全力的外交大动作，实际上的影响微乎其微。看这个中欧关系稳定基础在不在，我们要看主流，看大局，对不对？实际上呢，近期这个欧洲一些国家，包括一些这个立陶宛一些国家，在许多问题上跳到前面。然后实际上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跟这个大环境有关。实际上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在美国发动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欧之间的这个经贸合作实际上是这个继续朝前发展的。中欧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实际上是稳定这个向前发展的。既要看到这种分歧摩擦积极管控，又要看到我们的基本面，保持乐观，保持淡定。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应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活动，并发表演讲，就中国发展、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中欧合作等阐释了中方立场。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当前中欧关系面临着一些困难，比如说立陶宛从17+1机制中退出，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暂时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和批准，这是中欧关系发展遇到的障碍和困难，需要双方一起想办法来化解这些问题。王毅国务委员通过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中国专场来回应和解释中欧关系的问题，足以展示中国对于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欧投资协定是双方历经7年艰苦谈判得出的战略性的成果，因此尽快让这一互利共赢的投资协定落地生效是符合双方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另外，中欧投资协定具有战略属性，去年年末完成了谈判，本身呢就是中欧的战略性举动，也是欧盟寻求战略自主性的重大举措，而中方给予欧盟坚定的战略支持。在最近2-3个月中，中欧投资协定卷入了中美欧三角关系的运转之中，
尤其是美国和欧盟将新疆问题与中欧投资协定进行捆绑，造成了目前的困难。从大的方面来说，美国政府在运筹中美欧俄的大棋局。下个月美俄首脑将举行峰会，其实也是在运筹欧俄关系，来束缚欧盟。因此，寻求战略空间的欧盟不能对美国亦步亦趋，因为再往前走就是美国给挖的坑。从小的方面来说，欧洲议会通过的决议也为中欧双方通过磋商解除相互制裁提出了要求，甚至是机会。王毅在演讲中说，所谓新疆的种族灭绝的指控违背事实和常识，挑战智商和良知。很多到过新疆的国际人士都对这一谎言予以了公开的驳斥。我想，欧盟对新疆的误解得以消除之际，中欧同步解除相互制裁也是可能的，而届时呢，中欧投资协定的障碍也就消除了。好的，谢谢孙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香港立法会周三恢复2读辩论完善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预计周四将会表决。草案通过后会适用于今后的选举，包括9月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年底的立法会选举及明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多名议员在会上表示支持，认为修例有助填补原有漏洞，确保由爱国者治港。香港特区立法会周三下午恢复2读辩论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根据辩论及表决安排，立法会议员有3个阶段的发言机会，其中全体委员会阶段可多次发言，每次上限5分钟。周四复会将继续2读辩论，法案若获得议员支持及通过2读，将会交付全体委员会。法案经全体委员会审议后，若全体委员会的报告或立法会采纳，法案将进行3读。条例草案包括8项主体法律及24项附属法律，涵盖15个范畴，包括行政长官、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的产生办法，以及加入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白票的新罪行。特区政府共提出369项修正案。香港文汇网称，由于乱港议员已经先后被 DQ 或辞职，预期立法会将会顺利通过条例草案。在新选举制度下，负责提名特首及立法会候选人的选举委员会将会由1200人增至1500人，分成5个界别，加入地区组织以及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此前的117席区议会代表议席则全部取消，而立法会将新增至90席，选委会占最多，有40席。功能组别减至30席，取消区议会及超级区议会1席，地方直选就减至20席。我们知道，香港特区政府的法案要变成法律的话呢，要在立法会经过首读、2读和3读。首读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立法会的秘书呢读出这个法案的简称，然后呢，接着呢就进行2读。2读的时候呢，一般会把这个草案呢交付到内务委员会，或者是说呢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委员会来进行讨论。如果要是呢继续大家觉得可以修订啊，再继续辩论啊，这个呢就整个的2读过程。然后3读呢就是表决。这个程序完成之后呢，那么呢政府提交的这个法案呢就变成了法律，也就是说呢变成了香港的一条法律，就可以依法来进行比如说这一次就可以依法来进行选举。2019年由修例风波引发的香港社会动荡，也凸显了香港选举制度存在漏洞。为堵塞漏洞，确保爱国者治港，今年3月，中央从国家层面继香港国安法后再度出手，以决定加修法的方式帮助香港完善选举制度。随后，香港特区政府依照决定和修订后的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进入修改本地有关法律的阶段，对特区选举制度作出进一步细化完善。4月13日，香港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刊宪。条例草案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做了系列修订。条例草案在4月13日刊宪的第2天，香港特区立法会就加开会议，以处理条例草案首读及2读。多名特区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此前，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曾在网志发文透露，特区政府争取5月底前尽快通过条例草案，以便开展大量的选举筹备工作。实际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条例草案刊宪当天就曾公布，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第7届立法会选举、第6届行政长官选举将分别于今年9月19日、12月19日、明年3月27日举行。
这个条例草案呢通过呢，就可以呢使香港这后面3场选举呢都是有法可依的，而且是按照修改后的这个附件1、附件2做到有法可依。这个呢对香港的这个选举顺利的进行呢是非常重要的。选举的顺利进行呢，除了有法律的保障之外呢，选委会呢也要注意呢，一方面呢就是要对一些违反这个法律规定的一些行为呢，就选举中的一些扰乱正常选举的一些行为呢，要进行惩罚呀，或者说呢要进行收集一些证据。另外呢，也要鼓励这个选民呢去积极的投票，积极的参与到呢这个修例之后呢，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来。5月10日，林郑月娥在接受央视新闻1+1节目主持人白岩松连线专访时表示，在中央以决定加修法的方式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特区政府有3件工作马上跟进：一是本地立法，要修订本地的选举法律去体现有关附件1和附件2的内容；第二就是要做好公众的解说；第三是安排3场选举。修订本地法律的工作主要是在立法会。我有非常好的同事在政治内地事务局跟律政司，所以我非常放心他们去处理这个本地立法。但是跟香港的公众解说有关这件事就比较困难啊。我们当然有用很多的途径，好像在接受访问啊，做一些这个宣传的短片。但是我觉得要是能就着这个选举委员会这次这个重新构建的每一个界别分组，能有一个机会向这个香港市民解释为什么有这个修订，还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尝试了嘛。法案委员会主席廖长江周三表示，理解香港市民需要时间来适应修改后的选举制度，社会上仍然会抱有疑问，希望大家不要被情緒帶動，要做出公允的評論。市民大眾需要時間理解同適應係可以理解，但如果係睇唔到呢啲轉變背後嘅心意，一味抱殘守缺、懷疑甚至抗拒轉變，只會自絕於眼前嘅新民主大道。他指出，那些別有用心分子利用原來的選舉制度漏洞與反中亂港勢力合流，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完善選舉制度勢在必行。廖長江還強調，選委會成員不一定要是沒有外國居留權的中國公民，但必須是愛國者。世界各地都在按照各自情況制定最合適的選舉制度。這次香港修例是具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希望政府稍後能夠透過不同渠道與各團體組織解釋這次修例內容及實際影響，並處理好選區劃界及選民登記工作，保證香港的這個選舉呢，就牢牢掌握在以愛國者為主體的這個治港的團隊裏邊。這一次呢，就是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呢，我們也知道呢，它對於這個香港今後的一國兩制的實踐啊，包括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的意義也是非常的重大的。台灣周三新增本土確診病例633例，其中包含校正回歸331例。值得注意的是，位於馬祖的連江縣也淪陷了，成為首度出現確診者的離島縣市。近期台灣疫情嚴峻，島內民間呼籲獲取大陸疫苗，但民進黨當局對大陸疫苗輸台百般阻撓。國台辦周三表示，民進黨當局這樣多做一天，防疫的寶貴時機就多耽誤一天，台灣民眾就將被迫付出更多的生命健康代價。台灣周三公布的新增新冠確診病例以新北市152例最多，其次為台北市87例，桃園市21例，基隆市13例。目前新北市疫情最嚴重的區域是板橋區。新北市市長侯友宜不得不在一大早特別對買菜族喊話，買菜時請一次買足，買完後就趕快回家。我在這裡特別呼籲，要來買菜，一袋買好久，起碼隔天或者隔2-3天再來買，自動分流。來的時候就要戴口罩，更重要的要跟人家保持一個距離。買完就走。面對疫情嚴峻，確診病患持續增加，台北市聯合醫院企業工會周二忍不住在臉書大喊：醫療崩壞在即，基層醫護向社會求助，並揭露台北市聯合醫院的真實現況是急診塞爆，病房滿床，但救護車還是源源不斷地把病人送進來，病患只能躺在走廊。你收一個病人，樓上有床就上去，問題是現在樓上的床，就是病房的床已經出不去了，所以一堆病人就是在急診這邊等。那就是越來越多等，然後就消耗不掉，就上不去，然後也出不去，然後就變成就是
大家就是有的就是排在外面啊。第一线的人员，他们呈现的一定是最真实的状况。当他们说他们很危险的时候，那真的很危险。可是你可以看到上面是袖手旁观。我觉得台湾现在的状况，这是危急中的危急。疫情之下，台湾各地因疫苗短缺叫苦不迭。台当局日前称，台北市应有7000多剂疫苗，被台北市政府回呛只剩2瓶，别营造充足假象。我认为这个状况要撑到8月，撑不下去。要史上沉重。台北市政府发言人陈志汉周三再回击，称台北市政府目前手中的疫苗一瓶不剩，呼吁台当局不要再玩文字、数字游戏。台北市之前就已经有10家医院把疫苗全部都打完，他们希望能够再跟卫生局来申请，也没有疫苗可以施打，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候不要再玩弄这种文字的游戏，还有数字的游戏，企图来混淆视听。台湾地区疫情持续升温，新冠疫苗却供应不足。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周三被问及美国疫苗何时援台时称，白宫目前宣布要释放新冠疫苗，还在拟定分配标准。他竟然又表示，台湾地区确诊人数相比之下仍算低。Our infection numbers are still among the lowest in the world. I believe these are still being developed. Among those criteria, however, are the level of infection, the recipient economy, the capacity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and the level of vaccination. 李英杰还称，台湾防疫出色，所谓台湾模式有效控制了疫情。我有信心，台湾这次能再次控制疫情。我也知道，台湾正在研发疫苗，说不定在几个月之后会出场。不过，李英杰一番长篇大论，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提是否向台湾地区提供疫苗的重点。此番言论引台湾网友群嘲，有网友直言，翻译一下就是等你们死了成千上万人再来说话。简单一句，就是要你等待自己的疫苗。尽管民进党当局始终宣称通过各个渠道采购了3000万剂疫苗，但目前总计不过到货70多万剂，疫苗严重匮乏。面对如此困境，台湾名嘴赵少康在一档节目中表示，台湾当局想要获得疫苗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和大陆谈疫苗的事。如果美国看到台湾向大陆谈疫苗，那么一定会主动将疫苗送上，因为美国害怕台湾当局与大陆靠得很近。除了赵少康，台湾岛内有不少人都支持向大陆索要疫苗。台湾南投县长黎明勤周三表示，当天上午9时已正式发公文请示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希望指挥中心以最快速度给予肯定答复，以尽速采购。此前一天，黎明勤喊话民进党当局，希望向大陆代理商上海复星购买30万剂疫苗。此消息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大批岛内网友疾呼民进党当局赶快买 BioNTech 疫苗，此时此刻生命最重要，老百姓也只希望能够活着而已。我相信这样子的路线其实不只是南投，我相信至少上10条、20条以上的路线，很多人都在找机会。然后经过评估，唯一最可行的方案就是上海复星。所以他现在一直在喊说，我们未来将有上千万的疫苗将会进来。你喊得到，吃不到啊！与其让大家去等死，为什么不让大家一起来帮忙？哪怕是买超过了，都比现在远远的看不到数字来得好。因为执政的傲慢，他现在就是不愿意给地方机会。我觉得这真的是疫苗的危机，而且看不到任何曙光。岛内大部分民众都清楚地意识到，想要解决疫苗困难的问题，找大陆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不过，却有民进党当局官员妄称，大陆以疫苗对台进行统战分化，放话操作舆论，从未通过两岸既有协议机制表达提供给台疫苗，也从未提出任何申请。对此，在周三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在台湾地区疫情肆虐、疫苗严重短缺、台湾民众急盼接种疫苗的情况下，民进党当局仍百般阻挡大陆疫苗输台，完全是政治心魔作祟。过去1年以来，人们已经看够了岛内有些人各种诡辩欺瞒的政治话术。面对台湾同胞急切需要大陆疫苗的呼声，面对大陆方面已经表示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为广大台胞抗疫提供帮助的真诚的愿望，其实只需要清楚明了的回答：对世卫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要还是不要？对广大台湾同胞希望尽快使用大陆疫苗的愿望，是顺应还是无视？
在今天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台湾疫情及大陆是否会向台湾捐赠新冠疫苗相关的提问多达10几个。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表示，支持大陆相关部门为台胞捐赠新冠疫苗，帮助他们缓解燃眉之急。同时，也希望台湾方面为这批疫苗尽快输台，扫除障碍。俄美两国周二同时宣布，两国总统普京和拜登将于6月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这是拜登就任总统后与普京首次面对面，也是两国时隔近3年再次举行元首会晤。预计双方就广泛议题展开讨论。但从两国透露的信息来看，军控和战略稳定议题仍是重中之重。而两国在宣布此次会晤之前，也纷纷秀出肌肉，似乎在为即将到来的峰会进行铺垫。克里姆林宫新闻局周二发布消息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将于6月1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同一天，美国白宫也透过声明确认会晤消息。俄美上一次举行单独的元首峰会还是2018年7月，地址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而在本月19日，两国外长在出席第12届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期间，举行了拜登政府上台后的首次外长会晤，地点是在北欧国家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北欧一直是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前沿，而且随着俄美对北极地区的争夺加剧，北欧国家也成为两国元首在第三国会晤的理想地点。1985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峰会，这次会议被视为冷战走向结束的转折点。而瑞士是中立国，没有加入北约，这点更符合俄罗斯的需求。此次俄美元首会晤可以说是非常及时，不仅上一次举行正式会晤已经是接近3年前，而且俄美元首上一次见面也要追溯到近2年前的日本大阪 G20 峰会期间。而今年拜登政府上台伊始，俄美尽管成功地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5年，但美国仍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包括拜登在电视节目中称普京为杀手。随后，克里姆林宫召回了驻美大使安东诺夫。紧接着，4月份，美方以俄罗斯发动网络袭击、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等为由，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并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俄罗斯外交部随即宣布驱逐10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禁止8名美国前任和现任官员入境。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为此刊文指出，美俄关系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此外，今年年初以来，乌克兰东部局势不稳，俄罗斯增兵俄乌边境，引发了美欧对俄新一轮施压外交战。在美方鼓动下，一些欧洲国家纷纷予以谴责，并掀起驱逐俄外交官的浪潮。不过，在这轮博弈当中，双方也互相抛出橄榄枝。首先是普京在3月提议举行直播形式的公开对话，但遭美方拒绝。4月，拜登同普京通电话时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会晤，讨论双边关系。此后，双方一直在努力敲定细节。针对下月举行的俄美元首会晤，克里姆林宫新闻局发布的公告称，计划讨论俄美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战略稳定问题，以及新冠疫情抗疫合作、调解地区冲突等国际热点问题。白宫新闻稿则提到，美俄领导人将讨论一系列紧迫的问题。We expect they will spend a fair amount of time on strategic stability, where the arms control agenda goes following the extension of New START. Obviously, we're both members of the P5+1 as well, as those negotiations are ongoing. 普萨基还表示，拜登还会提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等近期美方关注的热点问题。普萨基说，美方预计双方的对话会非常艰难，甚至会在一些有分歧的地方发生冲突，但元首会面也是一个与俄罗斯能建立更加可预测关系的机会。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说，美俄领导人将讨论伊朗、朝鲜、叙利亚、北极、军控、气候变化、疫情以及战略稳定等一系列问题。路透社则报道称，俄美两国都降低了对此次俄美峰会取得突破的期望，双方似乎都没有意愿在分歧上做出让步。对于美方在会晤前暂停对俄欧北溪2号项目的运营商及其负责人的相关制裁，拜登周二解释称，因为项目已经接近完成，而且此举将损害与欧洲的关系。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为了拉拢俄罗斯来牵制中国。上海战略学者赵宗九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俄罗斯有自身的战略考量。美国呢，确实他有想拉拢俄罗斯来对第三方进行制约的这样一种战略考虑，
但是俄罗斯它有自己的考虑，也不一定按照美国的这个节奏走，所以的话呢，俄罗斯也不一定买账。美国的话，他想拉拢俄罗斯来制约第三方，这种打算，我觉得在这次会谈的背景下，应该说是不合时宜的。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美俄两国宣布，两国元首将于下个月16号举行会晤，你有哪些观察？从拜登与普京的关系来说，这一会晤呢显得是非常的另类。一方面，两国元首的私人关系并不和谐，甚至是恶语相向。另外呢，拜登上台之后将俄罗斯视为首要的威胁，可以说他是非常反俄的美国总统。但是就是拜登在上台之后2度与普京通话，而且呢与普京很快实现了首脑会晤。一方面说明普京和拜登将私人关系与工作关系分得非常清楚，二人都是国际外交舞台上的老手，是非常现实的政治家。另外呢，美俄关系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从2009年美俄关系重启失败之后，双边关系一路下滑。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之后，美俄关系处于冰冻的状态。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双方没有实现关系的转换，而拜登上台之后，双方的口水战和制裁的游戏也是不断的升级。但问题就在于美俄关系关乎全球战略平衡。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最近就说，美俄关系是世界安全稳定的关键。俄罗斯是世界上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核大国，不管美国的态度如何，美俄之间在核军备方面的合作关系到全球安全的底线。另外呢，从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罗斯对外干预的能力和范围不断的强化，而美国要进行全球战略调整，就需要协调与俄罗斯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拜登从中东撤出需要经过莫斯科。除此之外，世界格局进入动荡变革期，大国外交的运筹和运转在加强和加速。各个大国有意运筹战略三角关系，拜登与普京的会晤无疑也是大国外交加速的重要表现，也必然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